好，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师父好。今天我们是做一个特别的话题哈，原则上是少说话，多动手啊。就是我在前些日子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啊，这个能不能再让我画一幅画？就是做一个新式的一个女士的这个丝巾。那我最近我比较忙，但是呢，我也偶尔的时候会想，我还画个什么东西啊？我画的水平非常低，有时，画什么好呢？我画什么也不如画家画的好，因为这个不是咱们的本行，但是我觉得呢，光是靠这个笔来画的话呢，就觉得，也不能够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有一天呢，我去一个餐馆，我走错路了，走到这个餐馆的后面，就一个老阿姨级的一位女士呢，正在那拿这个大罗盘啊，在那个用手又搓着洗米啊。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小米、小黄米那样子的。我呢过去用手指头划了2道，觉得这还挺好看，挺受启发啊。那我要试一试。那么一直没时间试，就试到了今天了。今天我们就试一试呢，做这样一种这个禅意，我就起了个名字这种名字叫禅意沙盘，但是又不是沙子，怎么叫沙盘呢？你现在我这里用了一个就是木头钉的一个大托盘，这个很像一个大号的这个正方的围巾的这样一个大小啊。但是我用的呢是粮食类的，就是谷物类的，我觉得也像不同大小的沙子。那今天我呢也准备了沙子，但是我呢因为之前确实没做，提前我都没试验过，也没有说我自己先创个新啊，做完了今天我来给大家来表演，没有啊。我们工作同学都知道就根本就从头到尾没做过，所以今天就等于是有点挺有压力的但是我觉得也提醒自己，这不应该有压力呀，那应该是享受其中才是对的呀，我们有一位师兄说，师父，论美学女士的美学的这种思考这种特殊性，这种眼光可能比男的更厉害那我觉得也特别有道理。那今天呢，我就请这个坤提师姐呢，先来做一幅，按照她自己的感觉来做，也许令我们深受启发。等她做完之后呢，我再轮着我做，等我做完之后，看再谁再上，我们试一试，还有不同的感觉和创意，那我们可能就有那种不同的启发和收获，希望大家呢有一种看笑话的心态来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好不好？来，坤提，好，有请。我其实刚才听师父讲，我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来呀，试一试啊。好，好的。来，怎么着？我想先用小米。用小米，好。对。你需要工具啥的，你自己拿，好吧？好。对，放开。好的。原则上你也不提的话，我不会帮忙完全要靠自己动手，好吧？好。吃饭一样，要靠自己张嘴才行够了，再来一点。再来一些吧。把它铺上。
这个板铺好了，师傅。我想做一个美丽的家园。哦，我想应该先有一个小房子。先画出来。拿几个小树枝。房子里要有一个聚宝盆。这儿还有很多金元宝，是一个富贵的家庭。房子旁边有一条小河。房子门口还有2只小白兔，看着家。哎呀，这么好的房子，我应该种一块地。在小菜园子在旁边。菜园子上种了西红柿，还有葡萄。远处啊，还有着群山。山上有很多小松树。再画一个大太阳。
师傅，我画好了，请师傅来看一下。嗯，漂亮啊！哇，还有美丽丰富的色彩哈。嗯。哎，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幸福的生活哈。嗯。嗯。有点那种陶渊明。对，世外桃源的世外桃源哈。嗯。嗯。嗯。悠然见南山啊，哎，很幸福感。嗯嗯，就是我看着是叫做幸福满满的哈。嗯，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哎，坤提还真是有自己非常这种独特的那种审美哈，和一个好像有点那种童趣的哈，天真的啊幸福感哈。哎，我觉得你的朋友和孩子看到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孩子更爱你啊。嗯，收到，感谢师傅。很好，很好哈。那你做好了，那该我上场了哈。嗯，请师傅来指导。嗯，对，我也舍不得拿掉它，但也得拿呀。哦，好的，来，师傅看。朋友们，来帮我拿一拿吧。那我把这个菜园子拿掉了。哎，把兔子也请走吧。好。这些拿了。把这些链条子，大棍子、小棍子，这些金元宝啊，哎呦，真漂亮。嗯。哎呀，幸福呀。嗯。留下的图案都很好看了，哎呀，来该我来玩一玩这个了。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关键你说特别期待，我就特别紧张，就是我从小我胆小啊，我这不知道要弄个啥呀。我先给它弄平一下哈。就这么一盘像金色的沙粒，我就想我的感觉哈。我就想宇宙和生命的起源，
在不知某一年某一个时空下，宇宙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能量突然间的爆发了，可能向左，还有一股可能向右，向上，向下。当分出了上下左右之后，能量在超速的旋转。旋转了很久之后，天地间出现了美丽的光，出现了美丽的色彩。有绿的，还有绿的，还有红的，还有红的，还有红的，还有绿的。当宇宙运展到一定的能量和时间、空间的时候，能量散开了。从此有了天地。这里就代表宇宙产生之前的那样一个回忆的出生点。叫做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中国有个很古老的传说，也是我小时候的疑惑。我就问我妈，我说人到底怎么来的？她一开始以为说我是怎么来的，她说我生了你啊。我说不是，这个人从最原始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哦，他说，据之前的老祖宗们说呀，有位女神人，她叫女娲，因为她特别热爱生命，她特别喜欢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样的生命。并且能够用语言表达，所表达的呢，还可以用手来进行制作。他就开始创作人，他就是用一个小树枝站在地球这个大地上的泥巴，一边念着咒语一边甩。甩出来这小泥巴点之后，就变成最原始的人，就是我们的祖先。我觉得还令我挺感动的。人类离不开泥土呀，众生也离不开泥土，因为有泥土才是人类不断的生息、延续、再延续。所以当宇宙创建之后，女娲就把人造出来了，每甩的一个泥巴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现在在代替女娲
再洒出这些点点来，让这个世界富有了情感，富有了动感。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它就不断的旋转，吸收能量，逐步的越来越大。那这股能量漫无边际，根本没有终点。它有多么遥远呢？就当我们在明净的夜晚，没有云的情况下，向遥远的天边的星星望去，从有一颗星刚出生所发出来的光，它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可能几千万光年了。按照人类的这个年和时间都无法计算，它已经，如果是人的话，就是已经是超级的老人。但是在宇宙之中，它就是一颗星星。凡是泛着绿光的、蓝光的，就是在成长之中的星，它可能就在那里，它可能就在那里。泛着红黄光的星，正是老化的星，就在慢慢的走向毁灭之后再重新聚合的星，它就在天边那里。黄色的星，绿色的星，红色的星，我做事情总是把自己带得很投入，我现在投入其中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把那颗星还得拯救回来。这个沙盘我就做好了。
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天之初”。上天的天，之乎者也的之，最初的初。好，把这个就端下去吧。这我要做第二幅。先拿几个隔板呢？好，那绿色的，倒的第一个，铺一小层就好。好，再把这个倒在这个格里。再倒一点，再倒一点。好。倒在2个空槽里。好，这面倒下。会不会不够呀？好。
够了，够了，够了。这里呢，我加了这两种颜色的区别，即称为阴阳。宇宙爆炸之后，能量无限的延展，爆炸的能量冲向四面八方，
作为人类的我们，为了生活，为了找到水，为了找到家，因此就特定了那个方向就是东，那个方向就是西，就从此有了方向，就是东西南北这个概念。当分出东西南北的方向，人们也很惊奇地发现，同样都是人类，同样是同一种生物，可是有男女性别的差别。这样东西的结合，方向的结合，性别的差别，性别的结合，使人类乃至地球上的生物不断的自我的繁衍、生殖、延续。能使我们活在今天，不知过了多少年之后，还在继续活着的，还在继续繁衍着的，正是这些稻米。也因此说，民以食为天。来，请帮我把这几个隔板去掉。如果这样，你们觉得做一个围巾怎么样？很美。嗯？觉得很美。就只有2种色。浅色的为阳，深色的为阴，阴阳和合，繁衍不息。生命无限。这也可以算一个围巾的设计啊。物理觉得呢？很好哈。我建议拍张照片就好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再加一点，也许是画蛇添足哈，可以试一试。
捡了一朵野花，献给母性。捡一片特殊的小花叶，献给父性。这样就成就了天地人世间最初的情感，叫生命之美。所以第二个沙盘叫做生命之美。关键我们还有米吗？还有呀。来，那如果有的话，就把它给端下去吧。嗯。全倒进去吧。不是，把它只要能铺满就可以。差不多。
人类呢，依靠着稻谷，让自己存活，让生命延续，让生命充满着能量。有了这个稻谷的能量呢，我们创造着人类所需的那些美好。这些美好的人类，把自己所爱的那个美好的爱，像甜蜜的葡萄一样，赠送给他那些最爱的人。
为爱的人去付出，幸福的是自己。生于天地，而立于天地。把最美的给你所爱的人，给这个世界，来回报他对我们的养育者。付出比得到更幸福。我们来自于这个世界，来自于这个自然，我们要回馈这个自然，要爱护它，要保管好它，也为它做点什么。爱周围的人，爱你最亲爱的家人、朋友，爱整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好的爱。这个沙盘就叫大爱吧。
会不会觉得特别单调？屋里？觉得它蕴含了无穷。来，请下去吧。均等就好。还有一点红的。白米倒2头。再倒一点。好。黄米到中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有很多种解释。我现在理解的，中间为母体，子女在两边就为三。
两边子女当中也含有另外一个含义。子女中，比如说左为阳为男，右为阴为女。那你喜欢阴呢，还是阳呢？我比较喜欢阳。你比较喜欢阳啊？那哪些是阳的这种寓意，或者是以为是阳的现象呢？白天为阳，日光为阳，高山为阳，高山为阳，对，雄性为阳，是，对，所以阳呢是至关重要。那什么是阴呢？阴相对于阳，刚刚说的白天为阳，那黑夜就为阴；日光为阳，那月光即为阴；高山为阳，那流水为阴；男性还是雄性为阳，那雌性即为阴。说得很好。我以为我没有仔细调查研究，我以为一年四季之中，一年365天，平均之后，白天和晚上的时间应该是相等的。比如说这个北方地区，北方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夜晚的时间就变长了，就不是12个小时，可能变成16个小时和更多。你到北极的话呢，那个越往北比如我曾经去过中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那个地方比较靠北，那么它的夜晚的时间应该可能都快有18、20个小时，但是它的夏天就不得了，就返回来了。所以呢，夏天的时候经常是凌晨3点半，那个天已经亮了。所以你不习惯的话呢，你那个睡觉这个窗帘就觉得已经把你给照亮了，就以为是其他地区的7、8点钟，其实只有凌晨3点钟。所以我就以为呢，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白天和晚上进行1年的平均之后，我认为应该是几乎是相等的、同等的时间，就1年的统计之后。也因此呢，就在家庭与社会中，男女的这个能力、付出和重要性是相等的，就是男人所擅长的，女人跟不上，但是女人所擅长的，男人不可代替。对，所以叫各司其职，阴阳和合，才能使这个世界更加繁荣昌盛，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所以把这个3元合一就融合了。
所以阴阳和合啊，就像一个爱的长河，爱的丝带，贯穿着人类与生命的流转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孕育生命，创造生命，让生命变得繁衍不息，能量十足。是生命长河永远的转动，永不停息。
这一幅沙盘呢，这个名字就叫做传承。请下去吧。感恩师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创作出了4幅特别让我们感动的禅坐的画境的沙盘画啊。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网友跟我一样，都沉浸在这种意境当中，在这个宇宙之初在这个阴阳，在这个自然界，在我们的生命流传之中，感恩师父赋予我们那么多。这4幅沙盘的画作当中，网友们您最喜欢哪一幅呢？好，我们现在一起也来回顾和温习一下。第1幅，天之初。第2幅，生命之美。第3幅，大爱。第4幅，传承。这个时候，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已经开启了网友投票的这样的功能，大家可以去把自己心中最爱的那一幅，最爱的那一幅
好，我们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推选出来，有可能咱们网友们一起选择的这一幅，就将会被制作成我们今后会发行的丝巾啊，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品。好，哎呀，所以对我来说，师傅这4幅画真的太难取舍了，都想取，都不舍啊。我觉得我的，我的眼睛真的是叫大爱生命之美，可我的心一直在天之初中流转，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网友们也是难舍。好，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您在经过反复的看，你的心会告诉你最爱的那一幅，那就请您来参与我们的投票活动吧。感恩师父。好，好，那接下来再请师父继续创作。好，我接下来创作呢，换一种感觉，就是，我拿些小东西，我呢把这些看似沙子的这个谷物粮食呢，粘上去，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啊，好，我这个手里也拿一个小熊，这是陶瓷的哈，陶瓷呢，我试着给它沾一沾啊，拿一些比较强力的胶水啊，我第一个，我反而用真正的沙子来试一试。这就完成了啊。第二个呢，这是个小兔子，这是木头的。我要试一试，这样这个脸呢我会保留住，所以我呢先用这个黄色胶布把脸就包起来，这样脸上就不会沾这些沙子啊。
这个底呢粘住它也是要不粘这个沙子。先给它喷一些胶。我在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呢，我想选上今天做的有3个小动物呢，送给我们的网友朋友啊，欢迎大家留言吧，或者是把你走八卦或者学禅修你受益的故事来发给我，我觉得好的话呢，就送你一个我自己亲手做的这些小东西，这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之后还会再加工。这个沙子上原则上是用手抠不掉的啊，会做到那样的效果啊。还挺可爱的。我再找一个东西。再做一只这站立式的小兔啊，是站立式的。再找一个。太可爱了，说我也想要一只，我也想要一只，请师傅赐我一只吧。好啊，那你把你的故事写过来哈。我这只羊呢，你看哈，这一只山羊哈，这个是陶瓷的，陶瓷，这个不太好粘啊。来，帮个忙，你粘不动啊，真没大盘沙子。哎呀，好了，
这个很好玩哈。这样沾上它那个，你的视觉的感觉可能会更特别一些。来帮着压着纸好吗？谢谢啊，真有眼力。还不错。来，多好。好了，来把这个沙盆端下去，特别沉啊，小心。你一个人怎么端起来？这样叠一下。不拿走，这样一叠就好了啊，可以了。这种东西啊，不要一个人抬哈，得稍稍有点眼力啊。我们来个轻一点的这次。这个。谢谢。这是一种绿色的黍米啊，现在比较少了。
坤铁，你觉得这算是一种艺术吗？我觉得特别是一种艺术，师傅，就感觉，我觉得羊应该挺欢喜的，师傅给他身上穿了一身新装。咱们发明了这个艺术的粮食派。这之后呢，还会再做一些，再细致一点的修补啊。哎，初步这个样子就出来了啊。再来有这个母子像，哎，这个你看，还挺可爱的哈，哎，母子像，我们试一试。这种胶呢，总是晾一下粘就更好一些。我记得小时候啊，骑自行车哈，那个轮胎呢扎漏气之后啊，抹上胶水补的时候啊，就是抹上胶水要等上个2分钟，或者是风吹一吹之后再来粘，就比较好。像很多胶呢，粘胶都是这样，当刚喷出来刚抹上，就先不要用。晾一会儿，这个可以了啊。晾一会儿再来粘，就可能更好一些。
它产生了不同的质感啊。是，感觉充满了生命力。嗯。这个小兔，这个站不住，这个吧，放下了，好。好，我再做一个小木的兔啊，小木兔。你自己站住了。来个特别的哈，乌龟，陶的乌龟。在我们头这里呢，黄胶布粘住啊，就是不让它粘上这些粮食啊。看一看，其实我这个它有颜色上的一个小小变化，希望如我所愿。
看着哈，这样就粘上了哈。好，这个中间的黄色粘好了，我再。对，对，是这样。还不错哈。嗯，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乌龟。初步就是这个样子。好，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禅意沙盘呢，我觉得已经有2个小时了哈。做了这么多的东西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动手的节目哈。就是我自己觉得挺好玩的。这不是一个庄严的事情，而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小活动。你自己呢也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真是挺好玩的。非常感恩师父。来。也是网友们也在网上纷纷投票呢，师父。来，过来。好的。好。
看到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大家在热烈，投票哈。对对对，刚才师傅的4幅，其实每一幅都特别的美，啊，现在是天之初，网友们投票人数最多，然后其他的都是投票人数都不少呢，感恩师傅，特别特别的享受，好，那也提醒网友哈，温馨提示一下网友，下一期的直播时间，下一期的直播时间是2023年7月2号，亚洲韩国时间的8点，台北时间的7点，北美温哥华时间的4点，那同时呢，也是要提醒网友，也非常感恩师父在2023年浴佛季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为子女做功德的平台。在我们的语树房语树 home.com 上面，那大家也都知道，子女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我们一切美好的祝福都想给到我们的孩子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幸福，望子成龙，希望他们事业有成，学业有成，走正道。那师父特别的慈悲，其实我们每一位网友，每一位有缘的朋友们都有机会，都有能力为子女做这样的一份功德。那这份功德的平台呢，在6月30号就截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还没有做功德的朋友们，要抓紧这个机会，为子女做这么一份非常宝贵的功德，让功德来承载着我们子女吉祥幸福的人生。感恩师父。对，就是我们对于子女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至关重要。我也见到几乎所有的父母亲因为这个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恋爱甚至从小的培养这个父母亲都是非常非常的操心所以子女要好我们做父母的才能安心但是有时候求人不行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去爱他，去关心他，去教导他，但是孩子还是不能如家长所愿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其实就请佛菩萨，请神灵来帮助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也许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刚收到好几封就最近的这高考的这个一些喜讯他有些这个孩子他那个学习成绩非常的落后，刚告诉我考了580多分，哎呀，太开心了，我都替他开心。还有一位，哎呀，考试前头痛、腰痛这个紧张的要颤抖心跳、心慌，可是呢，报给我一个分数638分，哎呀，我天哪，这太好了他们也都是为子女他们的家长为子女做功德点灯请佛菩萨能够护佑孩子，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稳定自若稳如泰山得大智慧，得佛菩萨的加持才能发挥的超常的好这给子女呢，在他走向未来的人生路上增加了一个非常绚丽的色彩对，好，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有这个耐心看我来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有点不好意思这种艺术太简单了但是我觉得我倡导的都是比较简单，但是容易掌握、容易学习的东西。你还有问题要说吗？没有，就是特别开心。我觉得网友们今天看了师傅的制作，估计回家都想试试看。吴理，来表达一下今天心情怎么样？感觉？首先非常的赞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首先非常赞叹师傅的这种创意的思想，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奇思妙想真的是开了眼界。特别喜欢师傅用这种自然的这种创作的元素来表达，也是最有禅意深刻的这种意境是的，非常感恩师父。好，谢谢诸位网友，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幸福欢乐，收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寻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